嗨，我是朵拉。最近我们许多的客户因应品牌商的对气候变迁的承诺，要求我们的客户要达到净零排碳或者是碳中和。那像是迪卡侬啊、艾迪达跟 Apple 等等，他们就会在这个供应链的一个会议当中，要求它的上下游的厂商在特定的年份里面去达成这个净零排碳或碳中和的减量目标。所以呢，这些供应链呢，必须要达到减碳目标，这个就是所谓的绿色供应链。那为了符合这个绿色供应链的要求，台湾的一些厂商就必须跟上减碳的转型的趋势，才能持续这些与国际企业合作，同时呢，也能够为环境尽一份心力。其实就是在这个生产跟销售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环境冲击的因素，它纳入这个考量。要求这个供应商呢进行这个与环境相关的一些的管理哦。那环境冲击因素当中，现阶段的品牌商要求就是要降低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呢，来达成这个绿色供应链。那像是 Apple 就宣示整体公司的业务制造供应链呢，和产品生命周期在2030年的时候呢，需要达到这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由于我们很多的客户现在因为品牌商对于绿色供应链的要求，那也就是要达到这个净零排碳或者是碳中和的承诺，那会根据这个SBTI 的1.5°C 或者是2°C 的一个情境呢，来设定它的一个减碳目标跟使用绿电的期程。那如果无法达到这些要求的时候，就会在供应链上会被降级或者是被剔除。所以说，台湾有许多的一个企业在此之前其实并没有听过温室气体相关的议题，那更何况是中小企业，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他们就是会找我们来协助他们。所以呢，也在这个部分呢，如果要增加跟维持竞争力呢，必定要着手立即马上来做这个减碳目标的一个规划。企业在因应这个绿色供应链的冲击的时候，其实有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都必须要先做温室气体盘查，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为什么要做温室气体盘查？其实就是要先找出它的排放热点。那第2个步骤呢，企业在因应这个绿色供应链的同时，我们也会建议他们，不仅是为了这个品牌商的要求，同时呢，也能够有其他的一些外溢的效果。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 co-benefit， 也就是在达成这个品牌商要求的同时呢，能够在国际上的网站上被公开，然后去揭露。那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SBTI 或者是 CDP 以及 We Mean Business 这样的一个网站。首先就是要申请相关的一个国际的碳揭露跟问卷哦。那SBTI 呢，就是所谓的 Science-Based Target Initiative 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根据这个 SBTI 要先定这个减碳的一个目标，那有1.5°C 或者是2°C 的一个减碳的路径。那分别在2030年较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2% 跟25%。而 CDP 呢，就是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碳揭露专案，那是为了让企业呢每年能够去在揭露它的一个碳排放量，并且来审视它的一个减量的一个成果。那所以说，碳趋势其实已经席卷全球哈。那减碳行动呢，是目前全球共同需要来做的一个责任哦。也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呢，能够让大家有一些收获。那从现在开始一起来减碳，期望呢，各位都能在因应绿色供应链的行动当中呢，然后更上一层楼。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来电，然后或者在下方留言。下一集呢，我们会为你们说明 SBTI 的议题。那别忘了锁定收看，最后要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